Hello，大家想不想知道美国的新的关税政策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大家知道吗？去年台湾对美国的出口是有成长，但成长最多的是资通讯的产品，而资通讯产品当中，伺服器跟网通设备因为是敏感性的产品，成长最多。但是这一次在加了关税以后，我们会面对很大新的压力，关税带来新的成本到底怎么消化？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过去2、3年从大陆搬移到东协的这些生产基地，现在在面对新的情境，甚至美国的关税摆明就是不让中国的产品洗产地，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最近我们的研究中心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所以我跟他特别要求说，我们同台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对于川普的新关税政策之后带给我们整个，尤其是伺服器整个生产体系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很高兴今天找我们的研究员周岩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整理这几张报告。周岩，你要不要跟大家先问个好？是，那社长好，还有各位的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好。你最近做的报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居然让我看到是广达或者英业达或者是鸿海这些公司呢，他们在海外的生产基地，上游的供应商是谁，下游的客户是谁，还有他们关系企业的交易到底怎么样？你怎么做到的？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先透过一些这个初级的资料，那以及一些房厂的资料，然后做的一些价值的分析，然后来做出来，最后整理成我们细致到各个 EMS 的厂别的这样子的资料。因为这个正好，我们最近公司做了一个报告，是跟 EMS 有关的。是，大家知道哈，EMS 100大，我们讲前20大就好了。我记得的是前20大公司里面，台商有7家，是中国大陆有9家，是美国有4家，是。那你把这个结构剖析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台商现在7家没有错，但是台商占了50%以上，是没错。所以这个是结构上的问题哈。第二个就是说，台商特别在伺服器上面是有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出口到美国的伺服器去年是619亿美金，是其中67%来自墨西哥，是26%来自台湾，所以台湾跟墨西哥加起来是93%，不是只有美国需要。是中国大陆去年进口了118亿美金的伺服器，是40%来自台湾，是26%来自越南，16%来自马来西亚，是也有70%几来自台商的系统所生产的。是好，那供应链的变化跟这次川普的新的政策，它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你这些产业研究的分析结果能够给产业界带来什么帮助？是，那就如社长所讲的，其实如果我们从2024年的这个美国的贸易逆差来看的话，台湾在伺服器的上面的这个对美的这个贸易的逆差是增加了150亿。那在这个由于台湾又是出比较高阶的这种伺服器，所以比如说像这种加速卡、显示卡的这个贸易的逆差顺差也增加了60几亿，所以光这2个东西品项加起来，就大概已经对美顺差大概700多亿里面200多亿。都是由这些伺服器的直接的零组件或产品所创造出来的。那就如刚才社长所言呢，其实川普的这个关税战，其实确实是对台湾的 EMS 业者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伺服器上面，因为我们在伺服器上面有非常高的这个市占率。那我们可以先从像大家最关心的，如果未来的供应链在川普的关税对等关税，如果我们都讲说如期如质的实施的话，那可能会第一个可能我们听到很多的业者，他可能都会想要到美国去设厂布局。但是如果我们从我们的 special report 来分析来看的话，美国的台湾的 EMS 的业者，他们伺服器的上下游的供应链的整体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就是美国的台湾的 EMS 的业者，其实仍然有非常多数的零组件其实都是来自于亚太国家的这个供应哦。那其中很大的一块，比如说比较高规格的这一块的，比如说这种加速卡、显示卡的这一块，那主要会是来自台湾。那另外一块的话，相对来讲毛利率比较低的一些零组件，比如说连接器以及这个机构件的部分，那很多一部分会来自于中国大陆。那另外一块的话，越南这边我们确实最近这几年来也是看到有一些供应链的移转，所以它也有一些比较低毛利的一些零组件、零部件的部分，也是来自于越南的整体的这个布局哦。那这样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所以当川普现在对于这个全球都课征这个关税的影响之下，其实最
最大的影响的地方，以前都会说川普如果对中国课征关税影响的很大，没错。那其实现在最大的影响反而会是在越南的这一块，因为越南的这个零组件的课税有46%哦。那这些厂因为它刚建好没多久，那其实它也有很高的这个相对来讲有很高的这个折旧率，所以这样的影响之下，可能会这些厂可能刚盖好，可能就会面临亏钱，对，可能就会面临亏钱的状况，然后我的折旧还很高。那相对于中国大陆，虽然说它也被课了很高的关税，但这些厂过去台湾的这些的 EMS 厂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扩厂，所以都是利用既有的产能，甚至已经缩减既有的产能的情况之下，它相对的这个折旧就没有这么高。那所以这个是冲击比较大的一个情况。我想周伟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观念哈，但我先做一点补充哈。大家知道，去年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739亿美金，是，但是大家知道吗？2024跟2023的对比。是我们是增加261亿美金哦，是成长，所以光是一年就成长261亿，那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我们知道的敏感性的自动产品、伺服器、网通设备最多嘛，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伺服器是台湾公司生产的，如果人工智慧的需求仍然存在，如果美国的包括 Amazon、Google、Microsoft、Apple 这些公司、NVIDIA 这些公司的需求仍然存在，是，那么他不找台湾能找谁？就刚才周燕提了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越南的工厂因为才刚盖完没多久，是，所以每个工厂的折旧要折很多，是，所以现在问题来了，是其他国家在短期间之内建立伺服器的生产体系的机会有多高？几乎没有，是，同意吗？对，是的。好，所以这背后就会牵涉到我们对于供应链的理解。那个供应链讲的不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供应链，而是台商的供应链的重点在哪里？是，其实我有看的周远的报告哈，我看到台湾的广达、伟创，还有鸿海，在美国都有布局。我看到几个地方，我看到 Wisconsin， 是，我看到 Texas， 是，我看到 Arizona， 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周伟，你有没有发现吗？是，里面有一个工厂是在 Tennessee 的 Memphis， 是，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是，好，大家可能不知道，美国内陆货运的航空货运的交换中心就是在 Memphis， 是，所以大家如果多了解一下哈，这是常识。以前台湾可以不重视这个事情，现在厂商必须更了解，甚至我们的华航、长荣对于货运的布局来协助台湾厂商在美国落脚这一件事情，都是变成我们很重要的国家战略的一环。是的，所以不是只有补贴才可以解决问题。是，所以我比较提醒大家，像这张图它代表什么意义，跟大家讲一下，好吗？是。那这张图的意义其实就是如果刚才前面的所述的部分，就是美国厂它目前的，譬如说刚才社长提到的这个在 Tennessee 的广达的这个厂，那以及在加州的伟创等等的这些厂，那甚至台湾目前的伺服器的制造的，在美国制造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在这个德州休斯顿周遭的这几个厂哦，那鸿海也在这个里面哦，那他们上游的这个零组件到底来自哪个地方？那从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图里面也可以显示出来，就是这个红线其实还是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亚太地区哦。那亚太地区里面又集中在三个地方哦。第一个是这个我们台湾当然是比较高的这种零组件的这种高附加价值的零组件，像刚才讲到的这个加速卡的部分。那中国大陆的话，主要是机构件以及这个连接器有关的这些产品。那越南也有一些这个机构件跟连接器的这些的产品。那只是说就我们的这些评估，因为这些连接器跟这个机构件，它的毛利率相对很低。那短期要移到美国去，可能负担的这个成本可能会非常的高，甚至可能还有可能会负担的成本可能会比关税还要高。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这个影响，在这样的评估之下，我们会认为这些相对低毛利的零组件，它要移到美国去是相对很困难的。它可能厂商可能面对到的事情是一部分可能会面临到就是下游的客户要他这个牺牲一点成本，但是他已经退无可退了，他再退可能就会退出市场。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评估，反而是这种比较低阶的零组件，反而更有可能把这些的增加的成本转嫁给下面的客户，那可能会透过一层一层的转嫁，最后可以转嫁到美国的客户的手上，这样子。我的看法是，我们当然不能太乐观，也不能太悲观。是的，好，各位理解一下 ，COVID-19 刚发生的前1-2年，大家都很担心，是，结果发现笔电需求暴增。是的，是的。好，
那现在我当然不能说，因为关税是很实质上的成本的增加嘛，哈。但我们先不要谈，因为关税这个问题会在1个礼拜之内解决，还是1个月，还是3个月？它有不同的它每天几乎都在变化哈。所以，但是我们先理解一下，过去这1个礼拜当中，全世界领袖的对话是政治领袖的对话，是什么意思呢？日本的石破茂总理会打电话给川普，欧盟的主席会打电话给川普，他们谈的是属于政治层次的问题。是的，如果下一个阶段我们理解美国政府影响美国政府政策最关键的几个人，从科技业的角度来讲，可能是 Elon Musk， 也可能是 NVIDIA 的黄仁勋，或者微软的 Nadia， 这些人。是的，这些人会不会在未来1个礼拜到2个礼拜跟川普接触，然后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我伺服器我制造中心做不出来，好，所有的客户的需求应用会减损，所有的国际竞争反而是对美国是一个竞争力的伤害。如果美国真的理解 B to B 跟 B to C 不一样，比如说汽车我可以有自己的汽车，是的，好，但晶片你现在做不出来，晶片就算是台湾全力想协助美国，我们愿意全部搬，那我最快也要2-3年，对，这个你缓不济急嘛，所以也不太可能。是好，所以我们必须去理解，我认为美国科技业领袖会协助美国政府寻找出一个类似人道走廊这样的概念，会找出一条路让台湾有路可以走。好，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台湾现在最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现在的供应链有很多运作的方式，哪些东西可以被参考，同时现在应该被充分理解的。比如说，你在这张图里面，我看过这个图，你告诉我说红线、蓝线，红线是上游的供应商，可能是你连接器跟谁买的，你 Harness 跟谁买，你就需要这些基本资料哈。你告诉我每一个线的后面有一个 Excel 的档案。这是每一个公司有基本的数据，是这个意思吗？是，我们这些线的这些数据，我们背后都有 raw data。那这些 raw data 里面都会详细的揭露说，具体这个里面它是供应了哪一些 EMS 业者的厂别，它的这个比如说连接器的资料，以及机构件的资料，甚至有些资料我们可以详细到是供应给下游的哪一个客户的连接器的资料，譬如说某一个，比如说 HPE 的伺服器的某一个款式，它的连接器的这个资料。听众朋友哈，或者观众朋友可以理解哈，我们这是在正常管道是叫 access 的 information 是啊，但是有一次我看到美国一个很有名的顾问公司 IHS， 他做出一个报告，是把全世界类似100大的汽车厂每一个 quarter 的产量能够 deliver 出来，这个我很惊讶，但是我们必须去理解，新一代的人收集资料的方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是老一代的啊，我已经做产业分析做40年，你让我从总体结构看数字做出来，我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数字做什么用。但是年轻一代他们在收集资讯的方法是跟我们不同的，所以这张图其实做得很好，它让我们知道说亚洲之间的交易以7大伺服器制造厂为核心的交易，它的内卷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外扩的时候，当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有哪些东西可以经营？这个我想对于很多公司来讲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大家不要忘记了啊，台湾是拥有绝对的影响力跟绝对的领先的优势，来掌握下一波全世界科技业的大潮。大家不要太担心关税的问题，我没有那么悲观。我自己的看法是，这1-2个月时间过去了，全世界都会害怕。为什么？川普的政策可能让全世界通缩，大家都说接下来可能是一个金融风暴。坦白讲哈，台湾是最有条件做适当的调整的国家。你要知道哦，像东协、印度这些国家，它基本上靠外资，它没有本土的公司，本土公司很少，所以他们是 outside in。台湾是 inside out， 所以 inside out 的公司比较有条件用自己的角度去规划自己的，用 insight， 用真正的洞见去决定自己的产业的未来。我想这张图其实给我很多的启示啦，因为它不只有一张，它整个报告我看完了140几张，我很认真看的。好，我想做得蛮好的，我特别推荐他一下。那就如社长也谢谢社长，就是愿意花这样的资源哦，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这个可能的环境哦，来去做这篇的报告。那其实就如社长所讲的，我们不光是只有做这个，比如说美国的 EMS 的业者在它的上下游的供应链的情况，那其实
如这一章来讲的话，我们甚至也有做欧洲的台湾在欧洲设立的这些的 EMS 的工厂，它的上下游的这个整个的情况。那你要不要跑几张给大家看一下？是，那我们这个欧洲的这个里面也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insight， 就是我们一般会认为说欧洲台湾的 EMS 业者在欧洲设的这个伺服器的这些的 EMS 的工厂，会以服务欧洲的当地的市场为主。那确实是也有服务一些当地的市场，没错。但是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欧洲的市场也有服务不少的美系的客户，就等于是说在欧洲做一些制造。那特别是有一些很高阶的伺服器，它也是在欧洲制造之后拉到美国去。那随着美国川普政府对欧洲相对不是很友善哦，那对欧洲也是课征了20% 的对等关税哦，而且从过去流露出来的一些川普政府里面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似乎对欧洲也私底下表示的意见也都不是很友善的这个情况之下，那可能台湾的 EMS 厂在欧洲的当初的这个设厂的这个目的跟布局，可能也要稍微做一些转换，因为未来可能从欧洲出去给美国的这些伺服器也会面临到20%的关税。但你同不同意，将来全世界可能会分成几个区域？北美是一个区域，欧洲是一个区域，东协是一个区域，甚至东北亚、日本、韩国加上台湾是不是一个区域？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全世界可能会5大块，因为牵涉到主权的 AI 的问题。所以欧洲国家基于国家安全上面的考虑、国家影响力的考虑，它一定会设置更多的数据中心。所以这个是不是台湾的机会？台湾已经有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广达，我们广达有云达，我们知道伟创、微软、微影或者鸿海的系统都有能力提供整套的 solution。所以这个是不是台湾的机会？是，我们也确实觉得说这个会是未来台湾可能EMS 业者可能需要发展的这个方向哦。那特别是如社长刚才所言的，其实随着这个贸易的这个主权 AI 的这个兴起哦，所以未来可能就是有当地的市场相对需求规模庞大的地方，可能都会需要有一套相对独立的这个供应链，然后建在当地，然后才能够跟当地的这个主权 AI 可能有生意。所以国际化的观念越来越重要哈。当然，我们必须把整套的系统用比较宽广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哈。我其实刚刚接受《天下》杂志的专访，那他们在跟我谈什么？我就说，以前我们都觉得各做各的就好了，以前我们都觉得，张忠谋是对的，郭台铭是对的，施正荣是对的，他们都真的很棒，但他们那个时代是属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把川普当政当成分水岭的话，未来是反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可能用他们的政策、用他们的战略来执行我们未来10年、20年国家的产业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开始要去想象一下，这个事情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第二个，台湾的问题不会有其他国家来解决，特别是供应链的问题，台湾人最了解供应链碰到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有责任去跟大家讲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不是电子业，大家最关心的是中小企业，或者我们发现说水五金卖水龙头的，卖相对毛利比较低的产品，将来出口到美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开始面对这个事情，但是我必须很诚恳的跟大家讲，全世界都面对一个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你的产业如果没有 critical， 不是非你不可的竞争优势的话，你很可能在全世界的角色会逐渐被淡化。那你如何去连接你内部的需求，让你内部需求的品质提高、附加价值提高是很重要的。像我就谈到我上一本书是《天下》杂志帮我出的，然后呢，总编辑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社长，不要以为你书卖得很好，你的书在我们书商的角度里面跟漫画书是一样的价钱。为什么？因为重量一样。他搬书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因为你是半导体，你是伺服器，所以我觉得你比较珍贵。但是反过来，我们必须让桃园地区听说有2000多家报关行，如果他们对于电子产品完全无感，那么他们只是工人。我们如何让运筹体系的公司更了解产业的变化，更需要知道，像这些都是基本的常识。像我刚才讲的，也许运筹体系人知道 Memphis 的角色、Denver 的角色，但是对台湾来讲，其实绝大部分是不知道的。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作为一个资讯提供者，可以协助大家了解产业趋势的一些重要的依据。但是我也了解我不想只是用你的想象力去告诉别人说未来一定怎么样。我想这些是基本的资料，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你还有几张图要跟大家 share 吗？
那我们也针对就是这个special report 里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不同的，特别是这一次的川普的对等关税，对于东南亚的这个课征的税率除了新加坡以外，相对都比较重一些。那我们也有列出一些可能对一些我们台湾的这6大的 EMS 业者可能造成的一些冲击跟影响。那初步评估看起来，设在这个泰国跟越南的相对它的冲击比较大，因为他们的税率是46%到和36%，但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解的这个机会哦。举例来讲，我们发现其实台湾的 EMS 的业者在东南亚的布局里面或多或少都有把新加坡作为是一个重要的，无论是转运或者是在当地也有设工厂做组装的一个重要的地点。举例来说，我们这一次发现，在搜寻供应链里面我发现鸿海的它有透过它的新加坡的各个子公司其实有做非常多的这个制造，然后可能再把这些的货物一部分运到美国的或者是墨西哥的工厂，那也有一部分出货给欧洲，他们鸿海的欧洲的 EMS 的这个工厂这样子，那这个也都是未来或许可以有一些重新思考的地方。我也想特别提醒一下台湾的政府官员用前瞻性一点的眼光去看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在应该是年初的时候，新加坡政府来找我们，问我们要不要组一个团队，专门去访问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清楚告诉我们，新加坡把数据中心当成一个国家发展重要的项目之一。然后他们邀请我们去看，他们要 sponsor 所有的费用。那我们就问他，你有没有 KPI？他们给我的回应是，如果我们都信任你，我们为什么需要 KPI？台湾就做不到这一点。新加坡政府是以他对产业政策的理解，做他该做的事情。台湾所有政府官员先想，我有没有符合 KPI？好，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企业文化、产业文化跟政治文化上面很大落差的地方。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东协南亚的时候也看到很多新的变化。这些像菲律宾的税率最低，菲律宾跟台湾最近几年关系还不错。那政府也好像也比较积极，鼓励台湾到菲律宾去设厂。我想这背后也有可能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那这些地方都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那就如社长所言了，其实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的台湾的 EMS 工厂也有在菲律宾这边也有做一些这个零组件，比如说举例来讲，这个电源供应器，我们就有看到不少的业者在菲律宾这样子。好，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那最后我们还是有做一个整体性的这个对于台湾的6大的 EMS 的业者，可能川普的对等关税可能比较有冲击的地方。那我这边分别是用红色跟蓝色来做这个表示那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冲击可能会比较大的地方，可能是第一个是，如果伺服器的业者它的 ASP 越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它可能会比较偏向于通用伺服器的出货为主。那相对来讲，面对到这么高的关税的税率的话，可能受到的冲击会比较大。所以单价高的有可能附加价值比较高，对，附加价值比较高，所以它的接受冲击的能力条件会比较好。比如说，或者是说，相对移到美国生产，可能会比较 make sense 一点，这样子。知道那另外一块的话是主要是客户的影响上面的，因为我们前阵子也知道，说川普政府对于浪潮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扩大的限制。那所以像譬如说以神达来讲，它可能代工比较多浪潮的客户的伺服器，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另外一块就是这一次对等关税里面，针对不同的国别所课征的税率，我们把税率来跟这些业者的设厂的地点来做的一个对照。那其实也可以发现，其实在这一块来讲，各个业者都有可能不利的地方。比如说举例来讲，他们当然在台湾的这些都是台湾的业者，他在台湾可能都有设厂。那随着中国加1的这个政策的时候，大部分的业者也在越南或者是泰国都有设厂。那只是说他们也有相对有利的地方。譬如说，在这些业者其实也都有在美国设厂，那也有一些业者也在墨西哥也有设厂。那善用这些不同的这些灵活的策略来做一些这个后续的产能的配比的话，可能也会帮助这些业者度过这一次的这个对等关税的危机。好，非常谢谢周颖跟我们分享他的研究成果。我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网络的时代，很多网红会提出他们的看法，但是相信我。这些研究需要整个团队做，它不是少数1-2个人天纵英明就可以把它做完。是的，好，所有的东西回到基本面，
我们到底这几家公司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它的平均单价、它的出口地区、生产地区的分布以及可能的变化，它其实每一天都在变。好，所以美国政府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布局。但这一直在变。我想我会跟周研保持联系，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对于伺服器相关产业的一些看法。谢谢。